在我们的世界中，出现了很多神秘莫测的神仙，也有几个十分厉害的上古天神，比如红军老祖和盘古。在封神榜中，盘古是开天辟地的大神，而红军老祖是先天圣人的师傅，也是掌管三界的天道圣人。很多人都在思考红军老祖和盘古之间的关系，他们其实都是创始元灵的徒弟。鸿蒙未判之初，天地还没有出现，宇宙还是一团元气，人们把它叫做混沌宇宙。经过129600年以后，在混沌宇宙中诞生了一个神仙，他就是盘古。后来盘古拿起手中的开天神斧，劈开鸿蒙，然后才有了天地万物。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盘古便不知所踪了。一些书籍中认为他已经身归混沌了，身体变化成了世间万物。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开天辟地的盘古，记得书中说盘古开天地，一气化红军。从这句话中，让很多人都在思考红军老祖和盘古之间的关系。记得书中说红军老祖是天地的化身，但是盘古又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古天神，那么红军老祖的前世应该就是混沌宇宙了。相传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宇宙还是一团元气，人们把它叫做混沌宇宙。在神话书籍里面，混沌宇宙是孕育一切的开始，也是世界的最初本源。而混沌宇宙只有一个，是一个基数，所以混沌宇宙叫做基点老祖。古人常说一生万物，还有在封神榜中提到的一气化红军，甚至提到过一气化三清。从这几点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起源于基数，也就是起源于基点老祖。在神话书籍中认为混沌宇宙是一个生灵，也叫做混沌天神。玄幻小说里面认为混沌宇宙是起点老祖，也就是家喻户晓的创始元灵，因为它是一切的开始，也是一切的起源。记得《山海经》里面提到过一个神仙，他就是混沌宇宙的本体，名为地洪。古人常说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混沌宇宙就像一个鸡蛋。不过在《山海经》里面提到的混沌宇宙是没有七窍，也像一个鸡蛋，所以起点老祖的名字在书中是地洪。不过从神话书籍的内容来分析，是先有蛋再有鸡。我们都知道封神榜中的红军老祖，他的前身是混沌宇宙，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红军老祖成为了天地的化身。在诛仙阵那一回，元始天尊曾经说红军老祖是天地的化身，对天地间的事情了如指掌。从这点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红军老祖的真实身份。在第一回的时候，书中提到过盘古在混沌宇宙中降生，说明盘古是混沌宇宙的孩子了。不过盘古降生以后，炼制出一件法宝，便拿起这件法宝开发鸿蒙，制造了天地万物。据说混沌宇宙破碎以后，里面的那团元气一分为二，分为阴阳二气，后来演化成天地，而天地的元神就是红军老祖。从这点来看，更能体现出起点是一切的开始，也就是说起点老祖就是创始元灵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家喻户晓的盘古竟然是起点老祖的孩子。除了盘古，起点老祖还有3个孩子，他们分别是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和罗侯。在万仙阵那一回，书中说先有盘古后有天，太上更在盘古前。从这句话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太上老君也是一个生于混沌宇宙的生灵，甚至是盘古的哥哥。后来太上老君也说先天而老后天生，借理成形得姓名。相传太上老君在混沌宇宙中是元神的状态，当天地出现以后，女娲娘娘制造出人类，太上老君才有了肉身。创立碧游宫的通天教主，他其实是红军老祖的孩子。我们都知道红军老祖有3个徒弟，但是最疼爱通天教主了。在分宝岩的时候，红军老祖把各种各样的法宝都送给了通天教主，甚至把诛仙阵都送给他了。当通天教主创立碧游宫以后，诛仙阵便成为了碧游宫的镇宫之宝。几年的时间，碧游宫就拥有数不胜数的弟子，号称万仙来朝。后来在诛仙阵那一回，通天教主说他的名字就是红军老祖起的，所以在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
他是起点老祖的孩子。有一个先天圣人，他生于混沌，但是在修炼的时候坠入魔道，成为了万魔之祖。这个神仙就是家喻户晓的罗侯。既然是生于混沌宇宙，那么罗侯也是起点老祖的孩子了。在《万仙震旦一回书》中说，毁天灭地就能杀死红军老祖，所以他十分害怕通天教主再造乾坤。昊天大帝曾经命令元始天尊执行封神大战，并且选择封神榜上的有名之人，按道理他应该才是三界主宰，但是一些人说红军老祖在封神榜中才是真正的三界主宰。红军老祖在书中有3个战3师成圣的徒弟，他们分别是通天教主、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。据说是红军老祖召昊天大帝执行封神大战，让自己的徒子徒孙到凡间历练，盘古深归混沌以后，三界无主。这时候红军老祖让昊天大帝去掌管三界，成为新的天地。在洪荒流中，认为昊天大帝只不过是红军老祖在紫霄宫中的一个门童，他也要听命于红军老祖。这么说来，在封神榜中真正掌管三界的神仙不是昊天大帝，而是红军老祖，也就是盘古，三清的祖师爷。那么盘古和红军老祖的师傅又是谁？结合一些书籍中的观点，他们的师傅应该就是创始元灵。所谓的创始元灵，他就是出现最早的神仙，也是一切的开始。盘古也不是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，在前面提到，盘古是在混沌宇宙中诞生。红军老祖的前世虽然是混沌宇宙，但是创始元灵生于混沌之前，比他出现还要早，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天地间出现的第一个神仙应该就是创始元灵。在书籍记载中也是认为创始元灵是红军老祖的师傅。然而这个神仙以无形无耻的状态存在于天地间。记得红军老祖曾经说，先有盘古后有天，天地本是红军化，鸿蒙未判道为仙，太上更在盘古前。其实这里就告诉了人关于创始元灵的真实身份，他就是太上。这里的太上不是指太上老君，而是指天道，也就是一切的开始。创始元灵创造世界后，他却惊奇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传说中的异界。创始元灵发现异界里的人神魔都很强大，而且他们也很暴虐，若是让他们发现了三界，那三界将生灵涂炭。为了不让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被异界毁灭，创始元灵决定去浩瀚宇宙找寻能抗衡异界的力量。在创始元灵走之前，害怕有变故，就分身出来留在三界，此分身便是姜子牙。接着创始元灵令红军道祖全力支持姜子牙封神，并将封神榜交予红军，却没有像红军小以厉害。红军本不想答应创始元灵，怎奈创始元灵实力非常恐怖，趋于创始元灵的强悍实力，红军道祖也只得连声答应。创始元灵交代完事情后，就飞身投入浩瀚宇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